上个月的4月21号，在北京，欧洲自然科学院搞了一个非常盛大的颁证授勋仪式。欧洲自然科学院，大家一听这名字，肯定是觉得高端大气上档次啊。欧洲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欧洲科学院呢，那院士肯定是久享盛誉的科学家呀。那你想想，欧洲自然科学院听起来给人感觉就是它的下属机构啊。虽然说没有欧洲科学院那么高端，但是这也是次高端嘛。据说这个欧洲自然科学院呢，一共有1700名院士啊。中国经济发展研究院的院长王东就在这里头被欧洲自然科学院授予了院士称号。和他一起接受院士称号的呢，一共有6名来自于中国各行各业的精英啊。据说仅仅今年上半年就有42名中国各行各业的精英被欧洲自然科学院授予了院士称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国的科学研究迎来了第3春呐！中国的院士已经走出国门，是吧？走到了全世界，占领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科学院。那你想想，假以时日，是吧？你1700名院士中，搞不好一大半都是中国人，那厉害了我的国啊！所以当时的这个媒体报道都说这是盛况空前。但紧接着，好像是有些人发现这里头事情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为什么呢？就在4月21号的前一天，也就是4月20号这个欧洲科学院的院长，他叫叶葛罗夫·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他是主任俄罗斯人名字特别长他呢就专程到西安为中国的一名90后授予了院士称号。这名90后名叫田正，他毕业于日本的同志社大学，学生命医学的他回国之后呢就搞起了中医他也没有做过什么科研然后呢就参加了一家医药企业今年34岁就被这个欧洲自然科学院授予了院士称号。所以当时的媒体报道说，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名90后的院士，也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名35岁以下的院士，厉害但是呢，回头一想呢，这34岁的院士既没有什么科研成果，又是学中医的，他就能当上这院士，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对呀？紧接着又有人开始研究就发现这欧洲自然科学院在中国的业务发展的有点猛。他2021年的时候在中国发展了1名院士，2022年的时候发展了11名，2023年的时候发展了11名，到2024年的时候，今年前4个月就发展了42名院士。但是虽然说中国的这个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的比较快，但也不至于这么陡峭的上升是吧？于是就有人查了一下这个欧洲自然科学院，一查发现这欧洲自然科学院总部在德国的汉诺威，是由6个俄罗斯人办的，都是什么弗拉米奇洛维奇、特拉米基尔，全是这种名字。那网站一打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德国的一个打假的网站，提醒说这个网站呢非常可疑，很有可能是骗子，提醒大家不要上当。他搞的这个奖本身没有任何科学含量，但是你再点进去，你就会发现这个网站它总部在德国的汉诺威但是它全部是用俄语搞的，也没用德语，也没用英语所以就让人疑虑重重。就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王居拍案的粉丝遍天下，观众遍天下，我就找了一个汉诺威的我们的这个观众让他到欧洲自然科学院的注册地去看一下Kaplanstraße 9号呢，是这个欧洲自然科学委员会最开始在德国注册的地方。我们现在到了2号，然后这是在汉诺威的市里的一个区，叫做 Linden。 Linden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呢？是一个各个民族大混杂的区吧，算是。但是这个角落在 Linden 来说还算是不错的一个角落，我觉得。再往前走就是9号了。9号呢，9号就是这样一栋楼，就是这样一个小楼，很不起眼的一个居民楼。然后呢，2户人家在里面，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志或者公司，名字也很普通。
好的，我们再从远处看一下这个9号。那这就是这个9号楼，这就是他们最开始呢在汉诺威注册公司的地方。大家看到了吗？这就是欧洲自然科学院的总部注册地址啊，是一家民居，一栋楼中间还是2户，而且门口也没牌子，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公的，这里也没有人。注册信息上显示是永久停业啊。应该说看到这儿，大家应该是大致明白了啊。这家所谓的欧洲自然科学院啊，基本就是一个骗子机构。紧接着，很多国内的媒体啊，也就开始追踪调查，发现国内有5、6家中介公司啊，都在代理这家欧洲自然科学院的院士啊销售澎湃新闻就查到了一家，这家代理公司啊心比较黑，说你要加入这个欧洲自然科学院呢，大概要花80万人民币，先期你先交40万，然后呢办成之后再交40万。这家代理公司的名字呢叫中浪国际文化传播公司啊。这家公司你一查呢，注册地在北京的房山，注册资本金呢是10万块钱，属于一家小微企业，而且实际注资呢就是0元。说白了就是一家空壳公司，就是这么一家空壳公司可以代理欧洲自然科学研究院的院士称号的销售问题。你只要花80万，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欧洲自然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啊。应该说这个是有点心黑啊。紧接着红星新闻查来查去呢，查到了另外一家中介公司，人家价格比较便宜，40万就可以了啊，40万就可以买下这个自然科学院的院士称号了。话说这个欧洲自然科学院今年由于上半年发展的业务有点猛，正好我们的粉丝中间有一个人在德国留学，他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也咨询过相应的业务。他呢是在德国的留学生嘛，他在看到国内啊有一个微信公众号推荐一篇文章，说一个中医啊，获得了欧洲自然科学研究院的院士称号。他看完之后，那篇文章里的还附着一个中介的微信，这个中介的名字叫王金良，他就加了这个王金良的微信号啊。这王金良啊办了一个网站叫做国士研究院，一点进去这个国士研究院，你可以看一下，高端大气上档次啊，什么林毅夫啊，什么易中天呢，都是他们的这个会员呐，都是他们的专家库啊。你可以申请他的课啊，那课一看都是20-30万一节呀，一套啊，非常贵，给人感觉这确实是一家非常正规的企业啊。于是这个留学生呢就跟他谈起了买这个院士称号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人家这个王金良还是比较良心的，就跟他讲20万块钱买下欧洲自然科学院，而且他手上呢实际上还有七七八八很多欧洲的这个机构的院士称号给卖啊，其中有一家叫英国皇家化学会，这就更不得了了，皇家呀。然后呢，这个留学生就跟他说啊，这个他其实对英国皇家化学会比较感兴趣啊。这王金良确确实实还是比较有良心，就跟他讲，他说你今年多大呀？他说我30，他说30岁啊，你就得到这个英国皇家化学会啊，这个不太合适，你知道吧？让人看起来就是不太可能，还是建议他买这个欧洲自然科学这个院士啊比较合适啊。两个人一来我往啊，谈了很长时间。后来这留学生就说没有钱啊，就拉倒了啊。后来呢，这个留学生啊还不死心，就给这个叶葛罗夫·弗拉基米罗维奇啊，就写了一封邮件。这个俄罗斯人的名字真的太长了，我每次我都记不住，我只能念啊。这个弗拉基米罗维奇啊，就专门给他回了一封信，说你要是加入这个院士啊，每年得交$150。这$150呢，就相当于会费。后来也有人讲了，说这$150，如果你要是不交的话，你花20万块钱买的这个院士头衔啊，也就会给你剥夺了，也就是说剥夺你的院士资格。你要不你每年你必须交了$150啊。事已至此，大家可以看到啊，应该说这个欧洲自然科学研究院就是一个野鸡机构，专门卖这个院士称号的其实啊，在国外啊，就类似的这种机构还挺多的啊。就是怎么说呢，基本上是专门骗这些不发达国家的，包括中国的啊。那么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由于跟国外呢信息有壁垒嘛，有信息差嘛，一听说院士都以为像中科院的院士一样，实际上国外很多这种所谓的院士花$150就能买得到。这个欧洲自然科学研究院现在显然就是跟中国的这些骗子中介合伙，专门靠卖这个院士头衔来赚钱。他们大概一共有3方，
一个是这个叶格罗夫·弗拉基米洛维奇啊，就是他们欧洲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啊。另外一波呢，他们在中国专门有一个办事处，这办事处姓吴，然后这办事处下面呢就是这5、6家中介公司，估计一共是3方一起来分钱。他们应该准备是在中国大展宏图，发展业务啊。我们也专门到他的网站看了一下，他那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院士啊，但这院士数量不多。都是一些中亚的，什么哈萨克斯坦呐、吉尔吉斯斯坦的啊，还包括一些俄罗斯的，正经国家确实没有。现如今呢，他把中国的这些院士的名单都拿掉了，不让人查了啊。那么呢，由于他今年啊业务发展比较快，他们就从汉诺威的那个居民区里头搬到汉诺威的市中心，搞了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啊，它的对面就是汉诺威的歌剧院啊。那这个办公室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又找我们王帝拍案的这个小伙伴们，又到现场一探究竟。我现在正在去所谓的欧洲自然科学院，他们就在汉诺威的市中心。我从汉诺威的中央火车站走到这儿几分钟就到了。这对面就是汉诺威的歌剧院，好，就在前面38号。好，我们进去看看。这1楼、2楼、3楼都没看到他们的名字，但是在这儿呢有个 Office Club，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 Europäische Akademi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Hannover， 这个应该就是所谓的欧洲自然科学院。我们进去看看。3楼。就是这儿。这个 Office Club 应该是类似于一个共享办公室的一种概念，里面看起来有一点乱了。我进去看看。I'm sorry, I was at the second floor, and they say that it's just a clinic. They say they're not Yeah, here. for orthopedy. Yes. The It's sport medicine. No, it's orthopedy. Europäische Akademie der Naturwissenschaft. It's not the sport one. One moment, please. Sorry, yeah. Yes, it's here. It's here. But nobody here today. Nobody here today. No, you need to call and make an appointment. I'll make an appointment. Because now we are renovated and nobody is here, but only we are here. But the office is here, it's right. Officer here. It's not possible till the 10th of June to come here because all busy. Okay. They are working from It's renovated, so nobody is Yes. really working 1 month. now, right? No? For a month. 1 month. But they are working, but not. No? They are working, but not here because we are renovated. So it's reopened in next month, maybe. On the 7th of Okay.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办公室呢，就是一个共享办公室。所谓共享办公室，就是你交点钱，在这里头买2个工位，然后呢，如果你想开会的话，这里头有个会议室，看起来呢，比那个居民区啊好一点。但是呢，现在这个办公室啊还没给启用，然后呢，我们也打了几个电话，一直也都没人接。然后人家那个办公室的人员也讲了嘛，装修啊到本月底啊才算交工，在这之前这里是没有一个人的啊。应该说，这实际上肯定就是一家骗子机构啊！这骗子在中国啊，不仅仅啊，还骗这个院士称号，他还搞一些授勋。他这里头还搞好几个奖啊！他这里头讲到，他说他们这个院士里头啊，有好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这诺贝尔奖呢很厉害，他说有30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就他们的院士啊。但是有好事者一查呢，发现他这个诺贝尔啊，跟人家那个我们平时这个诺贝尔有点不太一样啊。就是他这个诺贝尔奖呢，
叫洛德维希诺贝尔奖。这个洛德维希诺贝尔是谁，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平时那个大名鼎鼎的诺贝尔奖啊，它呢叫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奖，但是呢后缀都叫诺贝尔奖了。所以你看，他这个诺贝尔实际上就是这个洛德维希诺贝尔，应该说还挺巧妙的啊，人起的都叫诺贝尔奖了。另外呢，他们还搞了一个叫什么叫罗伯特科赫勋章。罗伯特科赫是历史上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一个科学家，一个学医的。他们现在搞了一个勋章，这个勋章啊也在中国开始卖。那河北有一个医院的医生啊，是一个院里的党委书记，他就获得了这个罗伯特科赫勋章。我们现在上他的网站还可以看到了，看我院的党委书记获得了罗伯特科赫勋章。但是我们上德国的网站呢，大家还记得吗？那个达价网站就提示说，这个罗伯特科赫勋章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有任何科学含量。据说啊，就是这个欧洲自然科学院呢，它不仅仅开发了这个罗伯特科赫勋章啊，准备还要搞什么哥白尼勋章、爱因斯坦勋章啊，一大堆这个勋章啊，用这样的奖啊，来显得它这个欧洲自然科学研究院呢，就更有权威性了啊。那么到底是什么人去买这样的院士称号呢？我们也研究了一下啊，因为今年啊，这42位成员中间还挺有意思的。就前2年，就是2021年和2022年、2023年这3年啊，它发展的数量有限，但是基本上这个成员呢，还都是科研人员，高校的科研人员啊。你甭管他水平高低啊，基本还集中在学术界。但今年的这42个获奖名单里头，大致分为3个方面的人群啊。第一个呢，就是还是有高校的科研人员，比如说我就在这里看到了，我的母校武汉大学也有一名教授入选啊。这名教授呢叫何一刚，我还找我武大的同学问了一下，这何一刚呢水平还可以啊，是2级教授啊，其实已经是不低了啊。而且呢，媒体采访他说，他就是他自己申请的，但是他说他没交钱啊。至于他到底交没交钱，我们就不知道了啊。何一刚是自己申请的啊。第二部分呢，就是一些民营企业家。你看，这青岛有一个民营企业家，广东也有个民营企业家。广东的民营企业家叫姜富生啊。然后呢，你看在他们的网站上，还有新闻上写了个大大的喜讯呢，在这个学校里还有给他塑像啊，说历史上这个学校一共有8位这个院士啊，这姜富生就成为了其中1位啊。这姜富生具体这企业是做什么的，我们也不知道啊。这民营企业这是一波，还有一批呢，就是集中的中医中药。也包括一些搞中医中药的这一些医药企业的负责人啊，大致就是3批。那么为什么这些人要买这些院士称号呢？说句实话啊，这个科研院所里头这些人啊，买这些称号啊，我是不太理解。虽然说一般来说钱不是他们出啊，因为现在这些国内的搞科研的人呢，科研经费都比较多，像这种申请这个院士，如果花个20万、40万，他们从科研经费走啊，也不用自己掏腰包。但关键是啊，就是这个野鸡院士啊，如果被人揭露出来，实际上是非常难看的。而且啊，早期的时候啊，大家不太明白这种野鸡院士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现在呢，应该说作为一个1流科学家或者是2流科学家，哪怕是3流科学家，你要想查清楚这种野鸡的院士啊，其实并不难。而且呢，这里还蕴藏着极大的风险被人揭露出来啊。所以他们的动机我一直没想清楚，是虚荣心，还是说他们院里头给他们有些什么压力？那我就不明白了啊。但是这些民营企业家那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混一个title嘛，是吧？一院士，这个企业家是个院士，你想想，那这个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啊，他可能有钱，但他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社会地位嘛，缺的是社会承认嘛。哎，那这个头衔不管是真是假的，他都愿意。你要记得我当年啊。这个采访那个叫徐晓东跟那个雷雷，那雷雷我去采访的时候，他那个墙上就挂着一个这个称号，是获得了一个什么国际认证啊，就是他那个武术大师的认证啊。所以你就知道人内心中越缺乏什么，他可能也越想要什么，而越想要什么的过程中间啊，当他不能通过正常途径获得的时候，他就通过这种途径来获得。我觉得从人性角度来讲也可以理解。第3部分就是那中医啊、中药啊，包括一些创投企业的也是如此啊。因为中医中药啊，因为它不是循证医学啊，想通过正常途径在中国现在想获得院士称号几乎没可能啊。那么有些人呢就投机取巧了，我获得不了中国的院士称号，那我搞一个欧洲自然科学院的院士称号，
那你总相信吧？或者至少也是镀层金嘛，反正花点钱嘛，20万、40万的，但如果能买一个这样的称号唬住人也可以，尤其是一些创投企业，对吧？他说我们这个企业，我科研团队，或者是说这个 CEO 的团队，全是欧洲自然科学院的院士，一般人谁会去查呢？对吧？多少人会天天看我们王局拍案呢？毕竟是少数嘛，所以他也能唬住人嘛。总而言之吧，就是说骗子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有需求、有市场。而且这里的我要讲一下啊，其实对于海外这样的一个市场来讲啊，类似的这种骗子机构非常多。因为国外的这种科学院啊，你随便你都可以注册。那么它真正拥有享誉世界的影响力，是靠自然竞争起来的。你就比如说欧洲科学院，欧洲科学院那的确是非常了不起的院士啊。那么他的这个院士就大家都承认，但是欧洲野鸡遍地的那种科学院多了去了，随便搞。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欧洲科学院就有一个假的。这个假的欧洲科学院呢，你也可以把它叫欧洲科学院，是吧？它的总部呢不在这个伦敦，我说的这个享誉世界的欧洲科学院总部是在英国的伦敦，它是上个世纪1988年搞的。然后呢，那个假的欧洲科学院呢，它总部呢，它是在欧洲的比利时，是2013年搞的吧，还是2003年搞的，我记不清了啊，回头我查一下啊。那么这个给人感觉好像是同一个机构，但其实这后面这个欧洲科学院就是一个野鸡的科学院。而且我在这里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后面这个欧洲科学院呢，实际上在中国也发展了不少院士。我们上去查了一下，好像中国的院士啊，好像也有好几十。那么中国有一个就是饶毅不是搞了一个那个公众号叫知识分子嘛，还专门打假过这个欧洲科学院。所以你就知道国外这种类似的野鸡科学院呢遍地，就像那个大学一样，当年方鸿渐读的那克莱顿大学一样，对吧？你如果到国外去读大学，你不读常青藤，你要想混一个假文凭，那太容易了，花点钱就能买一个。因为大学可以任意注册，科学院也可以任意注册，所以我们要想辨识这些院士的话，你必须仔细辨识这个真正的科学院是不是一个有公信力的这个机构，而不是看一个院士的头衔。但是说句心里话，由于我们中国和国外有一个信息壁垒，那么这个信息壁垒就导致国外很多骗子他搞一个非常大的 title 在中国就可以骗到人。那紧接着问题就来了那如何让这些骗子现形？如何让这些骗子在中国没办法继续骗人呢？很简单，一方面就是鼓励媒体去报道，像这一次，那澎湃新闻红星新闻也包括财经新闻甚至包括中科院的系统的那个公众号，都在一起来调查整个这个欧洲自然科学院野鸡院士销售的事情。其实这个调查并不难，只要鼓励媒体去报道，那我想那这些野鸡院士在中国继续行骗，难度也会大大增加，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在我看来就是要尽量拆除中文跟英文之间的信息墙，尽量拆除中国跟世界之间的信息壁垒。如果中国可以随意的去登录国外的网站，中国人可以随意的去查询这个各个国家科学院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这些野鸡院士在中国可能也就没有了市场。因为你只要在中国销售这种野鸡院士，那么马上就有人发现，马上就有人举报，马上就有人报道。那你想想，这骗子在中国还有市场吗？那你就算你拿到了这个院士，你还好意思报道吗？所以在我看来，充分的信息透明是杜绝这个骗子生存的最好的保证。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里面看起来有一点乱了。就是这样一个小楼，很不起眼的一个居民楼。